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这2天在网上都快炸了的国际新闻。说实话我看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想笑，这笑了半天吧，又觉得有点气，最后是哭笑不得。啥事呢？话说国外有家媒体叫防务亚洲，就在前2天发了篇文章，那标题厉害了，说印度海军憋了个超级大招，准备在2030年，也就是5年后。给他们家所有能打的军舰全部换上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总共呢要上300多枚。人家说了这么干就是为了打造全球最致命的海上打击力量，彻底改变印太地区的游戏规则。哎呦喂，我的妈呀！我听这话当时就一激灵啊，这口气不知道还以为要竞选地球酋长呢。这文章还特意点名了中国，说有了这300枚导弹就能在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这些咱们的海上生命线上画个圈儿，把咱们的航母舰队给包了饺子，让咱们的航母出门都得提心吊胆，变成了高风险资产。怎么样？听着是不是挺唬人的？感觉5年之后这个印度海军只要在印度洋上跺一跺脚，咱们的航母就别想出门遛弯了。300枚导弹就要锁死咱们的喉咙要道。今天咱就来好好扒扒印度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到底是王者归来的剧本，还是又一场宝莱坞式的英雄大梦？要聊这事咱得先弄明白被这个印度吹上天的布拉莫斯导弹，它到底是个啥玩意儿真有那么神吗？首先这个名字就有意思布拉莫斯。你拆开看布拉呢是印度一条大河的名字，叫布拉马普特拉河。那莫斯呢是俄罗斯首都那条莫斯科河。一听这个名这味儿就出来了吧？没错，这个导弹呢不是印度自己的亲儿子，是个混血儿，而且是爹的基因占大头。它的原型是俄罗斯一款特别厉害的导弹，叫 P800宝石。说白了就是印度出了点钱，这俄罗斯呢出了核心技术，2人凑到一块攒出来的。这感觉就像是啥呢？就像是你攒电脑，最牛的 CPU 是英特尔的，最强的显卡是英伟达的，你买回来呢配上自己挑的机箱、风扇，然后贴了个标签叫老王全球限定版，差不多就这意思。当然了，咱得说句公道话这布拉莫斯确实是有2把刷子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字儿：快。快到啥程度全程速度差不多是声音的3倍，也就是3马赫。这是啥概念咱们坐的飞机时速是800-900公里，这个导弹时速是3000多公里。这就好比你在高速上开着小汽车，那旁边嗖的一下，一架战斗机贴着地面飞过去了，你连它长得啥样都看不清楚，因为它飞得太快了它留给对方的反应时间就特别的短，你想拦住它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它不光快还贼，它飞到最后要打中目标的时候会一下子降低高度，贴着海面飞，离海面就那么几米高。你想这个地球它是圆的，军舰上的雷达是直着看的，它飞这么低就等于钻进了雷达的下眼皮底下，等你看见它的时候它都快怼到你脸上了。这招叫掠海突防，又能超音速又能超低空，射程也从最低的不到300公里升级到现在的500公里，据说800公里的加长版也在路上了。而且这玩意儿海陆空潜都能用，军舰能打，飞机能扔，岸上能射，潜艇里也能钻出来。看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为啥这个印度海军把它当成心肝宝贝天天挂在嘴上，因为这确实是他们家压箱底儿的为数不多能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大杀器这心情就跟你上学时其他科目都是不及格，就这个数学拿了个满分那你不得天天把这张卷子揣在兜里，见谁都想掏出来显摆一下吗？但是各位，重点来了，一个东西光看优点那就是耍流氓这布拉莫斯的缺点跟他的优点一样，都能让你惊掉下巴。第一，他是个独行侠，不会团队合作。这导弹说白了就是一根扔出去的标枪，你指哪儿他就直愣愣往哪儿飞。但是现在的海战那是一群人打群架，是体系对抗不是2个人约架单挑。你的目标军舰它是会动的你发射时候它在这儿是吧？你等这个导弹飞一半，它可能就跑到几十公里外了。咱们现在玩的是智能战争，导弹跟导弹之间能聊天，能组队，后方呢还能随时给他发导航短信，告诉他目标跑到哪儿去了，甚至还能飞到一半临时换个目标的。
可是这个布拉莫斯他没这功能啊，他就像是个老派的刺客，武功是挺高的，但是这个脑子是一根筋啊。你把他派出去啊，他就跟外界失联了，只能凭着一股劲儿往前冲，打不打得中，有时候真得看这个对方配不配合，挪不挪窝。这第二嘛，他是个吞金兽啊，哎呦喂，死贵的，这么个高科技的玩意儿啊，价格自然不便宜。印度说要搞300枚，听着好像不多但是你得算算总价，那绝对是一笔能让国库哆嗦的钱。这印度海军的军费本来就紧巴巴的，你把这么多钱都砸在一款导弹上，那你军舰的保养钱哪来？水兵的工资和训练费哪来？航母烧油的钱哪来？总不能为了买几把好枪，全家老小都勒紧裤腰带啃窝头吧？这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他的心脏在别人手里。那前面说了这个导弹的核心技术，尤其是那个超牛的发动机，得从这个俄罗斯进口。这就意味着你生产多少，生产多快，完全看人家俄罗斯的脸色啊。这今天俄罗斯心情好，多卖你几个零件，明天他自己家有事儿，或者是给你闹点小别扭，直接断供。你印度的生产线就得当场歇菜啊，把你国家的命根子寄托在别国的友谊上，这在军事上可是犯了大忌。所以你看，把这3点一合计，你就会发现布拉莫斯这导弹看着是光鲜亮丽，实际上是个偏科严重，又烧钱命脉还攥在别人手里的问题学生。想靠这么一个特长生就撑起主宰印度洋的野心，这个梦做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俗话说光有神箭没用你还得看拉弓射箭的这个人他水平怎么样。这个弓箭手就是这个印度海军。那咱再花点时间盘一盘印度海军的家底儿，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把这300支神箭玩出花来。按这个官方数据印度海军大大小小的这船加起来差不多有150艘，这数吧听着是不少，但是咱得看质量这里面真正能跑远的，能搞远洋作战的，也就那么10来艘驱逐舰和10几艘护卫舰，那加起来30艘都不到，剩下的大部分都是只能在自家门口转悠的小船。这印度海军最骄傲的就是他们有2艘航母，号称是亚洲唯一双航母国家。这名头听着是不是真响亮但是这2艘航母的状态那叫一个一言难尽一艘是从这个俄罗斯买的二手货，改了又改3天一小修，5天一大修。另一艘呢是自己造的，叫维克兰特号，从开工到服役花了10几年，过程也是磕磕绊绊。更要命的是这个航母的战斗力主要是看飞机。印度用的是俄罗斯的米格29K 舰载机，这款飞机在国际上是出了名的病秧子呀，故障率那是高的吓人。印度自己都承认这飞机的发动机老是出问题，所以他们虽然有2艘航母几十架飞机，但是真正能随时拉出去打仗的，乐观估计能凑出20架都得烧高香了。这水面上看着有点虚胖，那是水下呢，印度海军的潜艇部队也不容乐观核潜艇他们只有1艘国产的歼敌者号能用，这性能还不太稳定。剩下的常规潜艇普遍缺一种叫 AIP 的技术说白了就是不能在水下长时间憋着，没这个技术这个潜艇就得老浮上水面充电，那一露头就跟黑夜里的萤火虫似的，特别容易被发现所以他们的水下力量也就是象征意义大于实战意义。其实不管是航母还是潜艇都还是装备本身的问题。这印度海军最大的短板在于体系作战能力的缺失。我再打个比方，现代海战就像一场高水平的足球赛，你得有前锋、中场、后卫、守门员，还得有这个聪明的教练在旁边指挥，大家得互相配合，信息共享才能赢球。可这个印度海军呢，给人感觉就像一支街头野球队，他们可能有个别球员这个脚法是挺好的，能踢出漂亮的世界波，就像这个布拉莫斯导弹，但是整个球队没战术，没配合，后卫不知道给中场传球，前锋只顾着自己带球耍酷，这就是典型的带着一只羊可劲儿的薅羊毛的思路哪个装备看着厉害，就把所有的宝呢都压在上面，完全忽略了整体的配合。你让这样一支球队去跟世界顶级强队掰手腕，那结果可想而知咱们就说假如
这个印度啊，真克服了9981难，把这300枚导弹都给部署好了，然后气势汹汹的就开到马六甲附近，准备对咱们的舰队啊搞饱和打击。那咱们是不是真的就没辙了？那我只能说啊，有这种想法的朋友，可真的是有点太小看咱们解放军了。哎，你导弹不是飞得挺快吗？那我就用一套立体的防空反导系统来伺候你。这套系统啊，就跟俄罗斯套娃似的，一层套一层。你布拉莫斯刚发射出来，咱们天上的预警卫星、空中的空警500预警机就已经发现你了，并且把你的飞行路线是算得明明白白。然后呢，咱们军舰上的盾就竖起来了，在半道上就给你来个中段拦截，像个狙击手一样，先废你一半。万一你命大躲过去了，没关系啊，中程的红旗16导弹已经等着了，再给你来一下。你要是真能突破这2层啊，飞到跟前了，那咱们还有万发炮这样的近防武器，那玩意儿一开火啊，就是一堵由子弹组成的金属风暴，管你什么导弹啊，撞上来都得给你打成筛子。高中低3层防护网，你想闯关啊，比登天还难。硬碰硬的拦截只是手段之一，咱们还有更文明的办法啊，叫软杀伤。你导弹不是靠这个雷达找目标吗？我用电子干扰系统直接把你的眼睛，也就是雷达导引头给你闪瞎，让你变成一个没头苍蝇，不知道往哪儿飞啊。我还可以发射各种干扰弹、诱饵弹，这些东西啊，在空中能模拟出比我们军舰更大、更亮眼的雷达信号。你那个本来就不太聪明的导弹一看，哎呦喂，那儿有个大目标，肯定就是它，然后嗷的一声就扑上去了。结果呢，扑了个空，炸了一堆没用的金属条，这就叫金蝉脱壳。最后也是更狠的一招，最好的防御啊，就是进攻。你想啊，对付一个弓箭手，最彻底的办法是啥？不是去挡他的箭啊，而是在他拉弓之前啊，就把他连人带弓一起给端了。咱们的055型万吨大驱052D 型驱逐舰啊，可不是爱打不还手的沙袋啊。在你的印度舰队啊还在慢悠悠的找发射位置的时候，我们的舰队啊早都发现你了，咱们自己的导弹早都飞过去了。我们不光军舰能打，岸上的东风快递系列，比如东风26啊，还有这个飞机上挂的鹰击21高超音速导弹，射程几千公里，速度更快，威力更大。你印度舰队还没出港呢，可能就已经在咱们的瞄准镜里了，根本就不用等你过来啊，在你的老家就能把问题给解决了。所以你看啊，咱们的应对手段是海陆空天电磁全方面的组合拳。你印度啊，想靠一款导弹就来挑战这个体系，那不叫勇敢啊，那叫莽撞。结果啊，只能是被花式吊打。印度海军啊，这个计划本质上啊，是想通过一款明星装备来弥补自己整体实力的不足，给自己壮胆啊，也给国内的民众和国际社会啊画一个我很强的大饼。这在战术上确实给咱们造成一些麻烦，但要说靠这个就能改变游戏规则，就能锁死中国海军，那纯属是宝莱坞电影看多了，是战略上的幻想啊！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啊，靠的从来不是1-2件时髦的武器，而是背后强大的工业、科技、作战体系和国家意志。咱们今天花这么长时间聊这个，不是为了嘲笑谁，而是想告诉大家，要理性、客观的看待这些所谓的威胁论。咱们要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军队有充分的自信。咱们不惹事，但咱们也绝对不怕事。谁想要在咱们家门口，或者是在咱们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上动歪脑筋，那他最好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实力来承受咱们的雷霆万钧的反击。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大家伙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你觉得印度这个计划有几分是认真的，又有几分是吹牛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